比特币会在今天创下10万美金吗？以太坊什么时候会转强？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比特币在过往做了突破之后，它做了一个小小的整理、小小的调整之后，我们又开启了我们第二波的上涨。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在日线级别呢，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调整。那这种小的调整呢，它的这种角色呢，非常类似于我们之前在日线上面，比如说我们当时也一样是在刚突破4万出头左右到5万所做的这个小调整，他们的角色呢非常相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整过后呢，我们走出了跟前面上涨呢相同级别的这种涨幅。你可以看到至少它的级别是相同的，我们不是说它的距离相同，但至少级别相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在突破3万的时候，当初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一样是做了这种很强势的调整其实调整归调整，可是它也是有分强势弱势。那我们在此处呢，我们画了3个范例它其实都是很强势的调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的下边界它还在不断向上的，而且我们在不断创造新的高点，然后它并没有出现这种往下的这种回调。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中间这次的案例，它的回落的幅度基本上也非常非常小，然后回落也是打不出距离，然后也更不可能打出量能。那随后呢，很快我们就开启了第二波的上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调整的区间呢，它们都有一样的特性就是我们在突破了一个比较大的震荡箱体过后呢，突破之后我们要调整，可是我们是强势的调整，调整完之后就进行第二波的上涨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位置基本上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行情。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突破了很重要的区间，不过我们做了强势的调整，调整完之后，我迎接的就是第二波的上涨。那现在呢，9万8了，其实离我们10万就是大家至少在心理上的一个目标价位其实也非常非常接近了，已经剩大概2%出头的涨幅那2%出头对于比特币来说，随随便便都可以被克服。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也是走成了下边界微微向上调整的这种走法，然后我们的上边界呢，它可以走成一个三角。那这种三角至少在这种强势的调整突破之后，它就不可以再被回来了。那我们刚刚呢往下插了一根针那这根针呢，它绝对是把这种很短线的高杠杆给洗掉了。那我们再重新突破了一个高点之后呢，下面这根针它就不会再被回来了。那我们这波趋势它就很顺利的开启。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而且这$500的仓位呢会赠送你2个，一个你可以拿比特币以太坊的，另外一个你可以拿上线的新的币种的然后 Rumax 最近有交易赛，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这个交易赛。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最近的 ETF 流入，我们最近的这2天呢，我们终于恢复了正流入量而且这个流入量呢，它也是很大的流入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11月19号流入了8亿多，11月20号它流入了7亿多。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数字已经稍微有点麻木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2天的流入呢，这2天它都可以排进历史流入排行榜里面前10大的所以其实这2天的流入量其实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可以从过往的复盘可以发现呢，当我们在一小波的流出之后我们的第一次正流入，通常这个时间点呢，它就会出现我们行情阶段性的底部，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调整结束之后，我们的起涨点，我们的起跳点就出现了。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最近的流入呢，其实我们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最早这波流入大概从10月的中旬就已经开始了，那一直到持续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衰弱的迹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年当时2、3月的时候，我们当时流入了一波之后，后面就开始后继无力了，然后我们的流入量呢就再也没有像前面这么稳定，然后量这么大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的流入量它还是蛮稳定的，而且它都没有被中断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这波流入量被中断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预示着我们的上涨呢就会先告一段落。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它确实在我们这波上涨以来就从这2年以来的牛市，它其实走的算是弱势的。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样板就比如说我们以太坊在这轮牛市起涨点的时候，大概在1000左右当然实际上最低是到了900了不过最低我们就算它在1000好了。
那到现在大概是涨了3倍，对不对？乘以3嘛，大概是3000左右。那以太坊呢？那比特币呢？比特币都大不相同了，最低在15000，我们现在已经到了9万多，快10万了，等于说我们是一个6-7倍的涨幅。那以太坊就只剩下一半了，相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的涨幅只有一半。那你就可见我们相比较之下，你就可以很真实的体会到以太坊它是有多么的弱势。那甚至你可以看呢，这个比特币它都已经破前面的高点，都不知道多久了，然后破多远那以太坊它离前面的高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汇率好了，因为其实我看以太坊的话，我自己相较于价格，我自己更重视汇率，因为其实以太坊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脱离不了比特币，它还是走出不了这种独立行情它还是一直依附着比特币的，所以我认为其实就是看比特币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汇率，呢，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还在创出新低点，尤其我们在最近的一波下跌，我们还加速了，就表示以太坊呢，它变得相对的弱势。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对不对？它的趋势线还没有斜率那么斜，那一直到我们最近，这个斜率开始突然变斜了，那就表示我们的下跌它加速了，以太坊呢它加速的变更弱了，它在这段时间变得比前段时间呢变弱的速度要来得更快。那我们现在还在寻找低点，它还没有起涨，这正不正常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之内我们就直接找到一个起涨点的话那么我们的以太坊就会开始变得强势。我不清楚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那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往的行情。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上一轮牛市的话呢，我们以太坊它的汇率触底开始走强，大约是在2020年的1月就开始走强了那你可以想想看2020年的1月开始走强，然后整个2020年呢，一直到2021年初我们都是在震荡上行的过程。那我们一直到了2021年3月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爆发。那这一段时间的上涨呢，我们来加4年，也就是我们看相同周期的时间嘛，也就是我们在2024年这一整年呢，我们的汇率应该是要走震荡上涨的过程可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过程的，也就是我们在今年以太坊它的起涨点呢，以太坊它变强势的这个出发点它是比我们上一轮牛市要来的更晚的。可是你说这样有没有不符合周期呢？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再更往前看一轮牛市，就是我们在2017年这轮牛市。当然2017年是从2016年开始涨起的，不过呢，我们看到2017年的牛市我们的汇率开始走强是从2016年的年底那2轮嘛，所以我们加8年，那我们应该在2024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甚至到明年1月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以太坊的走势呢转强，而且一直就维持着强势。所以你说我们现在不符合周期吗？没有不符合，因为这跟我们2016年的周期呢，它绝对也是有可能对得上的。但如果说我们到了今年的年底，毕竟今年的年底也没剩多久了，了不起就是个1-2个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会不会在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变强。如果说我们到了今年年底，以太坊的汇率呢也没有变强，那么我们的周期呢，或者说我们在过往的规律就很有可能被改变。那当然，我认为以太坊绝对会轮到它做轮动的，板块的轮动一定会轮到它，只不过它很有可能就不像我们前面走的那么强势。那我们可以先说明一下，为什么2024年这一轮的牛市呢？其实2025了，2025的这轮牛市，它会没有我们上一轮2021要来的更强势，至少在以太坊的方面，或者说它没有开启的那么早。因为你可以观察一下虽然说比特币跟以太坊都有 ETF，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 ETF 的流入还有整个成交量的数据呢，以太坊它都是要远远的落后于比特币的。虽然说都有 ETF， 可是它们两者的数据之间呢，有非常大的出入除非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ETF 上面，以太坊它的数据表现的开始变得很好了，那我认为呢才会轮到以太坊去轮动。那再来呢，我们会观察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有疫情的影响，然后扩表，那我们现在是缩表，所以我们在市场上面游资就会开始减少，就会减少很多。那相较于我们上一轮牛市呢，我们在这轮牛市它就并不是有这种过多的资金去推动的。那如果没有过多的资金的话，资金很有可能它就只会集中在最核心的比特币上面，它就不会去外溢到以太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图表的规律毕竟
我们的数据呢是比较齐全的，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在每轮牛市我们以太坊的汇率呢，它的高点都创不出新高。2017年的顶部呢，比我们2021年的顶部高。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我们在2025年汇率所创下的顶部呢，不会有我们2021年的汇率高。也就是以太坊它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好回报的这个趋势呢，它会逐渐的下滑，而且我们不会高于上一轮的牛市。也就是以太坊在2017年，它相对于比特币来说会最为强势。那到了2021年呢，我们强势的顶峰是不会高过我们2017年，那很有可能我们2025年强势的顶峰也不会高于我们2021年。那当然了，我们的底部也在不断的垫高，它这个底部你说它要再打出一个新低点，这个我是认为几率是极低的。那其实我们的汇率就会慢慢就收敛起来了，然后最终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区间之内。那我们在比特币跟以太坊之间的标的呢，然后去交互的套利，很有可能这个套利空间就只会越来越小。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好，轮到玉神的打击大家一起来，祝玉神加油，一起来，祝玉。